当晚，剧组为王一博准备了很大的生日蛋糕，也有一些等候了很久的粉丝代表过来给少年庆生。肖战觉得自己不应该参与，反正也在片场跟小朋友说过生日快乐，就换好了衣服准备走。王一博却隔着老远喊他：战哥来吃蛋糕。路过的工作人员对他笑：快去吧，第一块蛋糕他一定要给你吃。然而他一块还没吃完，小朋友又捧了一块给他，战哥继续吃。他眼睛一瞪：你想胖死我啊？不会胖的，战哥这么辛苦。小朋友神色认真地说：你跟我讲了100多句生日快乐，我当然得敬您100多块蛋糕了。他伸手就抹了一把奶油到对方脸上，看着韩光君绝美的一张脸，顷刻间变了画风，不由大笑出声。王一博哪里肯善罢甘休，牢牢抓住他2只手，把奶油涂了他满脸，油不过瘾似的，扯着他领口又抹了2把在他脖子里。不知道是不是学过很多年舞蹈的缘故，小朋友力气大得很，每次真的打起来，他永远只有认怂的份。对不起，老王，我错了，休战休战。王一博还要切蛋糕给别人，所以这次倒很干脆地放过了他。肖战吃完2块蛋糕，看见少年还在跟粉丝互动，便没有打招呼，自行回了酒店。等他洗漱完毕准备休息的时候，已经差不多要2点钟。刚躺下就听到门铃声，打开门只看见少年拎着啤酒和蛋糕站在那里，对他笑得十分乖巧。战哥，小朋友举起手里的蛋糕，说好的100块，少1块都不行。肖战欲哭无泪：我给你100块，放过我行不行？开玩笑啦。小朋友又举起另一手里的啤酒，陪我喝点怎么样？他忍住哈欠，边把对方让进来边说：你确定？我可是著名的重庆一杯就到。少年把东西放在桌子上，转过头对他笑：那太好了，我正是洛阳千杯不醉。他们窝在沙发2侧，脚很随意地搭在茶几上，房间里只点了床边2盏壁灯，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天，不说话的间隙，他转头就看见少年棱角分明的侧脸，安静而温柔。他很快移开了视线，仿佛不经意地问：王老师今天收到不少礼物，应该很开心吧？少年嗯了一声，说：好多都还没来及拆。为什么不拆？我小时候最喜欢拆礼物了。王一博转过脸来看着他笑：因为最喜欢的已经拆过了。肖战本能地偏开了头，盯着灰色的地毯，问：最喜欢哪个啊？少年抬着头像在思考，过了好久才说：大哥送了我 DC 的手办，我特别喜欢。他仰头喝了一大口酒，味道不大好，有点苦，又有点酸。那你怎么不去找大哥喝酒，好歹表示一下感谢吧？少年笑道：这都几点了，早就睡了吧？他撇了撇嘴，竟像个小孩子似的较真：你怎么知道我就没睡？我不知道。少年十分坦白地说：但就算你睡了，我也把你薅起来，你也就能欺负欺负我。他大度地摆摆手，随口道：算了，哥哥让着你，反正没几天就要杀青了。王一博原本一直在笑，冷不防听到这句话，整个脸都僵下来，在开口时连声音都毫无笑意了。你很期待杀青吗？肖战其实是很怕热的体质，此时不知为何只觉得指尖冰凉，一颗心缓慢地下沉。他闭了闭眼睛，居然笑出来。当然期待了，夏天拍古装太累了，我不知道多想躺在空调屋里吃西瓜看电影撸猫。
无所事事过一天。少年坐在那里沉默不语，只是一口一口喝着酒。肖战只觉得胸口堵住一样，很多情绪闷在里头透不出来，又觉得今天这样的日子并不适合伤感，强扯着笑意问道：“你不期待吗？应该很想你的大摩托吧？尹正哥最近是不是又艾特你了？心很痒吧？杀青之后就能尽兴去玩了，想骑几圈骑几圈，多好啊！以前每提起摩托车或者滑板，少年总能立刻被带起兴致，然而今天这招却失效了似的。少年只是闷闷地窝在那个角落，连看也不看他了。肖战只好挪过去挨着小朋友坐下，擅自跟他碰了个杯，来，祝我们一博前途无量，今天高兴，我多喝点。一口气喝光了剩下的半罐啤酒，竟像是真的高兴似的。他二话不说又开了一罐，指着王一博问：“老王，你怎么不喝呢？不是你找我喝酒的吗？”少年缓缓侧过头来凝视他，声音显得十分遥远而不真实：“战哥，以后我们还会见面吗？”“当然了，我们还要一起宣传阿令呢。”“然后呢？”“什么然后？是他的错觉吗？”少年定定看着他，眼中竟然全都是伤心。“阿令播完以后，就不再见了吗？”他使劲捏住了手里的吸管，竟像是有一只手同时也这样捏紧了他的心脏一般。他拼命压抑着心底深处泛上来的那种酸楚和渴望，努力笑着说：“想见总能见到的，又不是天涯海角。我倒是担心王老师以后成了顶流，想约也约不到了。”“不会的。”小朋友终于微微弯起唇角，口气如孩子般任性纯真。“我有任意门，你要见我，我总会出现的。就算你不要见我，我也会出现，让你不得不见我。”他不由得笑出来，可心里却愈加难过，仿佛有刀子在里面剜着似的，连声音都有些异样。“厉害了，王老师，看来我想不见你也不行啦。”少年皱着眉头，有点生气似的：“你不想见我吗？想，王老师那么好看，我恨不得每天都见您，恨不得每时每刻都对着您。但是现在已经快3点了，您是不是该回去休息了啊？”美男子小朋友看样子并不情愿离开，只是见他疲态尽显，知道他没有熬夜的习惯，此时应该是困得难受了，才站起来说：“好吧，那我回去了。”他走在前面，送少年到门口，伸手拉房门的同时转过身来准备与他道别。不想王一博紧紧跟在他身后，他那样一转身，几乎擦过少年的鼻尖，两个人同时怔在那里。四周围一片静谧，昏暗的一点点灯光在少年眸子里朦朦胧胧的，仿佛梦境一般。王一博突然伸手推了一把，房门咔嚓一声自行归于原位，而他尚在争冲之中，少年温热的吻已经轻轻落在唇角。他猛地攥紧了手心，木然站在原地不敢动弹，感受着这个小心翼翼到几乎让他心疼的吻。少年的双唇始终微微发着颤，喷在耳侧的鼻息热烈却又紊乱，像是害怕亵渎了什么似的。虽然依依不舍，但还是很快结束了这个短暂的亲吻。少年的眼睛很亮，十分勇敢地看着他，那样子像是希望他能问点什么，但他没有。少年只好自己开口：“肖战。”王一博顿了顿，目光炽烈而真诚，仿佛鼓足了平生最大的勇气一般。“你喝多了。”他觉得自己的声音冷静到刺耳，仿若刚刚发生的一切都无足轻重，快准狠地掐断了少年的话，
也掐断自己所有不切实际的渴望。他一向有与年龄不符的成熟和冷静，很多时候他甚至佩服自己的冷静。然而这一次，他居然觉得自己恶心。伊博，他甚至没有一丝多余的表情。你喝多了，回去休息。